我俩在一起挺长时间了，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也挺好的，但是后来工作以后，他就变得对我不是那么上心了。我们两个人之间需要磨合，他也需要改他身上的问题，但他现在却要跟我提分手，我想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男嘉宾小肖，24岁，来自山西个体；女嘉宾小卓，22岁，来自山西，幼教老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是大学同学是吗？对，我们是大学同学。怎么认识的呢？我们是在学校的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然后啥活动？就是一个校庆，我们都是演节目的，然后就互相认识了。哦，你演的是？我们都在一起唱歌，就这么认识了？对，然后慢慢聊着觉得挺好，就在一起了。那今儿为啥来呀？我们相处了2年多了啊。第1年时候我在学校，因为他比我小1岁，学妹。对，学妹。然后我们在一起挺好的，每天一起吃、一起上课、一起玩什么的。但可能是因为距离的问题，第2年我回家了，我们2个之间就发生太多的矛盾了。不是，你是回家是就是说毕业了是这意思吗？对，我毕业了，回老家了。对，现在不在一个城市吗？对，我们现在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个异地了是吧？对啊，然后他就总觉得我这儿也不对，那也不对，总是挑我的毛病。哦，觉得特别的累，每天除了要挣钱这些以外，还要去解决一些这些纠纷，我真的觉得不然就算了。啊？这话？我觉得2年的感情好不容易支撑过来了，为什么不能再继续呢？为什么一定要就是放弃呢？哦，姑娘，你这1年你对他到底有哪些不满，让这小子说要不然就算了？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2年多了，我觉得也是时候去见一下家长了。然后我在饭桌上就说了他很多的不好。不是在谁家的饭桌？在我家。你说了他很多不好。对，我为什么说他不好呢？就是我从小是因为跟我的父母就是无话不谈，我从来都不会说假话，但是就是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会就是告诉他们。但是在饭桌上呢，就肯定父母要问一些，我肯定就会直说。可能就是让他不愉快了，说他让他丢面了，伤自尊了。不是，那你父母要是听你对他有这么多的不满，不是？对，我想，如果是我听我们家闺女讲这些的话，我说那你们就别交往了，有病啊，他那么不好，你们还在一起。对，他的父母确实是这样说的，他们说，那你既然觉得他有这么多毛病，那别在一块儿了呗。他父母现在都不同意我俩在一块儿，本来见家长这种事情就应该是说些好一点的，然后让家长同意，让家长高兴。对。但是他当着我的面跟他父母一直在讲我的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你当时跟你爸妈都讲他哪些不好？你方便跟我们讲讲吗？第一件事儿就是他有一个毛病，抖腿。我觉得抖腿不管是对谁都是一个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情。然后我有给他眼神暗示，但是我发现这个眼神暗示不管用啊。然后我就一直盯着他的腿，然后就导致我父母当时他就一直盯着饭桌上直勾勾盯着我的腿，然后他的父母一看他盯着我的腿，他的父母也就盯着我的腿啊。我说咱能不这么明显吗？咱们有什么私底下咱们再说，咱们再磨合。你为啥不踹他一脚？肢体上的动作我觉得太明显了，我不太好，不想让父母看出来啊。对，结果反而欲盖弥彰了，是吧？对啊，接着往下讲啊。这是一个小小的点，然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的工作的这件事情。你说说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做生意嘛，跟父亲。然后我家呢是一份就是很稳定的工作，爸妈都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就俗称铁饭碗嘛，就不管有什么以后都是会有保障的。而他这边现在还有这样的工作吗？你给我们介绍一份。没有，就还是就老工作对。但是像他这种呢，就是不稳定，就比如说今天有活干，咱今天就有饭吃；那明天没有活干，那明天就没有饭吃了，那怎么办？喝西北风或者吃老本就不太好。然后我就想说，那你也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我们以后也会有一个就是很稳定的未来。这是你当着你父母面就这么说他？我说着急我就说了。我觉得他对这工作就有歧视，只要是挣钱，怎么样不是挣钱，对吧？我是你想吃东西，我没带你去吃，还是你过了生日我没给你买礼物，
差着你哪了？他们家呀，说真的，我真觉得毛病太多，就是要求太多了。就比如说饭桌上我们吃饭，那个勺子碰碗，我就觉得这没什么呀，大男孩子吃饭不就得稀里擦啦吃吗？然后人家们就说啊，你别碰出声音，这个是不好，这个什么礼貌问题，我觉得这没什么呀。有些家庭是讲这个的。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吃饭，这突然就，我是觉得无理取闹有一些。吃饭这个事情就很明显的就是一个就是大老粗，我就觉得这个还真的是还挺重要的，就不要发出声音，就是还是。不是，那你在学校那1年多没给他训练过来吗？你在学校的时候，你要这么要求，你应该训练他呀。当时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因为2年了，然后就是慢慢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然后我想说就去慢慢磨合，但是我发现就跟他说了这件事之后，他就也没有很改。行啊，等于在饭桌上又说到了他另外一个问题，你用眼神让你的父母看到了他在抖腿，是这意思吧？然后继而你又告诉你父母说，他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在你看来，对，你对未来是堪忧的。对，那这父母听到这儿就饭也别吃了吧，小伙子，早点吃完早点回去吧。对，他父母一脸不高兴。那当然了。人说在一块干啥呀？你说他父母也不同意，不是当时在餐桌上就说了吗？我倒是没说啊，我就觉得是他父母也不同意，然后他也觉得我毛病这么多，那在一块不是我还想知道他说了什么缺点啊，在饭桌上。他说我打游戏，平时我们那个工作不是到处跑吗？今天就很忙，或者明天就很闲了。我没事的时候去打游戏，然后朋友们叫着一块去晚上吃个夜宵什么的，觉得很正常。他连这个都跟他父母说，我觉得他就是个妈宝。真说了？对，我就没想那么多，因为我这个人本来性子就直，然后我想说，那直接都说好了。好，那行吧，那就问问吧，你喜欢这男孩什么呀？他很温柔，然后就是我们俩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从来都没有吵过架，特别好。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很羡慕我，而且因为之前的一段不是非常不好，然后但是他就给我一个很温暖的一个怀抱。就你曾经谈过一段恋爱？对，就不太好，很受伤。对，他温暖了你。对啊，而且就是。我发现了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就对我非常的好啊，这不就够了吗？但是磨合中间发现一些问题，然后什么问题啊？生活习惯，我给你概括嘛，吃饭抖腿算生活习惯，对于未来的不稳定，就是你没有这个对未来经济生活的这个安全感，算是他这个职业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一些小事儿了啊，什么事儿啊？就比如说他这个爱玩游戏这件事情啊，真的就是大家的作息时间就是9点、10点、11点差不多，大家都该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大家可能会上班，就早睡早起嘛。但是他这个一玩游戏就是凌晨3、4点才睡，然后第二天早晨就是可能中午12点或者1、2点才会醒，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身体，就是整个一个。我在关心他，但是他就永远都想不到我在关心他，就。那你们那1年多的幸福时光是怎么来的呢？我特好奇。当时就是还是在学校宿舍，这些问题可能不太存在，因为现在不是已经毕业了嘛，然后这些问题就显现出来了。等于异地了1年是吧？对。这1年你们的情感沟通和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呀？电话、微信，然后你会去看他吗？偶尔会去。为什么是偶尔呢？你不是也说了，你那工作不是那么要时间的吗？相对宽松一些。我平时就是工作紧张的时候紧张，然后清闲的时候我也想着会。你们家到底从事什么行业的？我们是做一些工程的。做工程的应该相对宽松一些啊。有时候宽松，有时候确实就连着。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连着转归你连着转，但是在你工程筹备期的时候和工程开建期的时候，你又不用盯工地嘛，有的时候对吧？你也有工程监理什么，你不可能亲自盯工地的嘛。那你这个时候不就有时间去看他吗？你为什么不去看他？我是跟你纠结在这儿。我也去看了，但可能就是看的比较少。为啥呢？觉得没有必要说是经常的去，就是偶尔去一趟就行了。可能就是也是我没考虑周到啊。你什么时候动了说你要跟他分手的心思？就在他父母叫我吃饭的时候，吃完这顿饭，我觉得2个人在一块儿就应该磨合嘛。但是他总是叫我去怎样，他父母和他逼着我去自己磨合。什么叫逼着你自己磨合？
就是啊，你有这个毛病，你改，咱们慢慢改啊。那就要我当时就，你不改，我就告诉我父母，我父母不同意，然后他父母跟你谈过话吗？我和他父母只在餐桌上见过。跟你说了什么了呢？一开始也就说了自己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就开始发生这种。就后来他父母都脸就特别冷，就不愿意。人家基本没兴趣再听了，是这意思吧？然后吃完饭之后呢？吃完饭之后我就回去了，他跟他的父母就回去了，然后我俩就在电话里沟通，他还在纠结这个事儿，就说啊，你当时为什么要抖腿？勺子就不要碰出声音，还在纠结这个事儿。我说咱们有什么事，咱们慢慢来，慢慢改，不是说我不愿意去改，但是他一直纠结这个事情，我真的有时候。那见父母之后，你有跟他提过要分开吗？这之后有个半个月以后，你提出分手了？没有，我只是讲，我说咱俩现在在一块儿太累了，我真的连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不是没管你吗？这1年多不是没管你，但是不是挺自由的吗？一直在说我自己就总喜欢想一些事儿，我就想我说啊，说我这个我改不了，然后我特别怕他父母怎么样，然后对，就是这些。姑娘，我问问你麻烦，那你们俩怎么办呢？你不是还想跟他好吗？怎么解决这异地问题呢？异地问题，我就是想着，因为我现在不是教一些小孩嘛，然后我想在这边先稳定一段时间，我再考虑我是要继续留在这边，还是要去回老家。所以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怎么办呢？这不就来到这儿想就是询问一下老师。询问我们你们俩之间的事儿怎么？你们都要想啊，等于你男朋友现在不想坚持了，你还想继续吗？我想继续。想继续的理由是什么呀？这是我第2次问你，你舍不得他？对，我很爱他，就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情感就是我还是就是很爱他，就不想分开。但是你爱的这个人却浑身有毛病，是吗？我就想让他稍微改一点。你要让他改什么？咱们今天把它说具体了。就比如说，不要再玩游戏了，不要再那么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然后就是包括抖腿。你们俩平常交流多吗？我们在第1年无话不谈，但是之后1年时间把后来的话全谈完了，是吧？也不是全谈完，就是后来可能就是远，然后又有自己的事情，就可能。其实说白了，这个情感其实在你的心里是淡掉了。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不是，有时候真的很累，到时候然后。不是你累啥？我没听见你哪儿累了。你这1年，人家姑娘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啊？我也有自己的事情，然后在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每次接到电话听到的都是挑毛病、抱怨，比如说抬杠，比如说在电话里就比如说接到他电话，每次都是。哎，我妈就是不同意你，然后怎么着？你能不能改你那个毛病？改完之后咱们再……不，你们似乎把你们俩的这个情感的这个伤害都放到了一顿饭桌上，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还没有前面的积累，就是在吃饭之前，你们俩的情感上面有间隙吗？之前我觉得是真的没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一离得远了之后，就好多事情都出现了。都啥事儿？有一次我去找他要看电影，然后我是连夜坐着火车去的，我们那儿没有那个高铁什么的。去了之后特别困，然后他就带我去看电影，然后我就可能就睡着了他就不高兴。等我一睁眼，人都没了。我当时是在看《捉妖记2》，我还挺喜欢那个电影的。就是当我就是看那部电影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的时候，一回头看他就已经睡着了，我就觉得。你为什么不陪我呢？就是身为一个男朋友，你不应该陪女朋友。然后我就真的是很生气。电影完了，我也不准备去叫他，我就走了。然后走了之后，那身为一个男朋友，你应该去找我啊，都不找我，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说喂，你在哪儿？然后他说我准备回去了。我说你都不找我吗？然后他又就去找我，但是又没有找见我。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就对，类似于这样的事儿多吗？他还有一个毛病就是。我一有点什么意思，我就说你这个哪方面不对，他直接就大声就吼，你啥意思？我是为了好，我真没有别的意思。他总是这样，他一吼我也就想吼，我说我没意思呀，我能有啥意思？这个就越吵越厉害。你当时喜欢这姑娘是因为长相？我觉得她声音，因为我觉得她性格挺好。她的性格好吗？这个又有一件事儿，我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就是说原来在学校的时候，
他跟那些男生玩的特别好，称兄道弟的。这好像不叫性格好吧，这叫会玩。当时跟我在一块儿时候，我也被他这一点就觉得挺喜欢的。后来发现这一点也不好。然后还有就是每次打电话，我说喂啊喂，然后还没开始说话，他就嗨打招呼。他学校里的人他基本上都认识，他嗨。然后我正准备说他嗨又打招呼，我挂也不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想分，不想分开，不想分开，但是你的做法都是要分的做法呀，对吧？我们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作为你们家的客人，我第一次来你们家，为什么要数落人家，连基本的礼貌都没有呢？我很好奇。我的第二点好奇，就是当一个人坐了一夜的火车，舟车劳顿的奔向到你的这个身边陪你看电影的时候，他睡着了，你难道不应该心疼吗？为什么是一种愤怒、无助、受不了？我的第三个疑问是说，你看到的都是他的缺点，在他的身上其实只有那一年，所以帮你抚平了你曾经感情的伤害，但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为什么你一定要留着这个人？这是我的3点疑问你自己考虑。男生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因为我绝对不相信说一顿饭就可以颠覆一段稳固的感情，就是因为有了这顿饭，我发现你走的是理直气壮的。我也请你考虑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过去认为的性格好，怎么到现在就变成了性格不好？过去无话不谈的一对小情侣，为什么也就经过了1年异地的这种折腾，就折腾到了看对方不顺眼？为什么想分手又犹犹豫豫、犹豫不决？就为什么不能坦诚和坦率呢？这是我想到的我相信老师们会看到更多对这个解读你们会更深刻。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最初的问题是2个不同的原生家庭带来的2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女生的爸妈都是铁饭碗嘛，事业编制的这样的家庭，从小的教育就在规则当中，在框架里面，要早睡早起，要爱惜身体，吃饭的时候不能发出声音，不能抖腿，这都是学到的特别好的地方。那你有没有学到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这件事情呢？没有。你有没有学到接别人电话的时候要认真的和电话的那一头对话，尊重对方这件事情呢？没有。你有没有学到和人在相处的过程当中需要彼此为对方着想这件事情呢？没有。我觉得你的父母应该都是教了你的，因为在我听起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家庭。我不是男生不好男生的原生家庭因为他从事的职业的关系，所以他更加的相对自由一些，他所有的事情都以自己的这种舒服的状态为标准，他已经在努力的去改变，去迎合了，但是他做不到你说的那个标准。我听到了什么？不要抖腿，吃饭不要发出声音，不要这个不要那个，陪在我身边的时候不要睡觉，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我在台本上还看到，就是你们俩去吃火锅，对不对？然后呢，给他点这个汤也不对，点那个汤也不对，反正就是点什么都不对。那他做什么是对的呢？在你心目当中，我跟你说，女生就2字儿：矫情。你就把他矫情跑了。他说的那个特别对，他说他特别特别的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你在一起才是好的，他在你的面前永远都是那个最不好的他，所以他不愿意去看你。而那一顿饭其实是一个导火索而已，点炸了你们这么长时间相处的一个模式。我认为
你们两个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以女生你如果有本事任性，那你就得有本事坚强。祝你们各自幸福，谢谢。谢谢左岩老师。为什么我们会要求那么多？很简单，因为越来越少共情能力。就我只能体会到自己的情绪，我体会不到对方的情绪。我只能体会到我很累，体会不到对方很累。其实你也是，对吧？你说我爱得很累，但你也并没有体会到他一样的。你能体会到说我很委屈，因为你那么长时间不来陪我，我连看个电影都没有人陪。你体会不到他舟车劳顿，可能前一天的时候那么累，没有共情能力。就我们没有办法移情到他的身上去体会一下他当时那个感受是什么。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没有去经历生活。当你在生活里面见到背叛，见到挫败，见到很多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是无奈的事情很多，没有办法样样都随我所愿。既然不能随我所愿，那我可能要想想对方是怎么想的，他的感受是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他的周遭是什么，他的压力是什么。那么今天站在这里，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或者不在一起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只想你们在未来的路里面就永远记住这一点，就是那个人是你的爱人，他是一个人，他所受的压力，他所拥有的情绪跟你是一模一样的。当你有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时候，去想想他会不会有另一种情绪。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原来爱这件东西就是替对方着想。就这样，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我先生也抖腿，我谈恋爱的时候也特别反感他这个动作，然后我的做法是，我会在别人不注意，偷偷地摁住他抖的那条腿，他就明白了。然后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他改掉这个习惯，我只是说，人少的时候你可以抖，太多人的时候不太好看。直到现在，他这个毛病还是没有改。我们俩在一起10年了，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你越想让他改变的，他是改不掉的。所以你在接受一个事物或者一个人好的一面的时候，同时你要接纳他所有的一切。你说你爱他，爱是什么呀？爱这个说不清楚的，但是我浅显的理解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接受你的所有一切，我爱你的好，爱你的坏，爱你的优点，也爱你的缺点。你不能说我要你改掉这个改掉那个，那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能为他改变什么呢？我今天就不喜欢你这个头发了，我让你马上给我剪短了，或者说给我留长了，你愿意吗？你马上就能改变吗？比如说你特别喜欢的一件东西，我就是不让你买，或者说你无意识的一个行为一个习惯，我就是不喜欢，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价值观，不符合我们家的这个三观，你一定要改。我为什么要为了你们家去改这个呢？对不对？同样你到婆家去见婆家的时候，那婆婆说了，哎，你怎么不洗碗不做饭呢？你说我在家我也娇生惯养，我凭什么来你们家就一定要洗碗做饭？是不是一个道理啊？人家凭什么一定要改呢？改也是他真的心甘情愿为了你改，那才是爱你的体现。就算你逼着他的改，他改得了一时，改得了一世吗？然后我刚才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会带他见父母的时候跟父母去描述他的不好？因为我们带男朋友回家或者见家长都会使劲儿的把他那些不好先给他藏一藏掖一掖。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个原因在啊？就你一直把爸妈当成你的一个保护伞，然后拿他们当你的一个武器，就你治不了他的时候你就说你小心点啊，我爸妈不同意啊，所以你这个事儿如果不改的话咱俩就再不能在一起了。没想到惨了吧，人家不怕这个。所以两个人在一起更多的就是什么，我要让对方为我做什么事儿之前，我先想一想这件事儿我愿不愿意为对方去做，就是一个相互理解，对不对？现在就看，
就是男生铁了心，能不能回头了？但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太爱他的这个感情。如果特别爱他的话，他的一切你都应该能接受得了，好吧？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山大老师。来，涂老师。良好的教养是深入骨髓的包容和尊重。我讨厌那些注重形式主义的教养，其实那不过是彰显自己的优越感和精致的利己主义。你会发现有一些教养好的人家出来的孩子，除了彬彬有礼之外，其实对于周围无论与自己相差多大的人的习惯和事物，他都能包容，都能尊重。但是其实你从头至尾你也没怎么尊重过。你们的资料当中还有一件事情是一般的男人都受不了的，就是你找另外一个男生来陪自己看电影，因为他不能陪你，所以你就随意找了一个男生。所以有的时候一个人的性格是可以被包装的。最开始男生说你的性格很好，但你那个性格是装出来的，实际上在你的内心当中，你喜欢对别人指指点点，来进行你所谓标准的评价，以此来得到某些行为快感。如果你真想跟他在一起，应该是反反复复的在你的父母面前去展示他的优点。我相信他的面子。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还是想，就是挽留你，就是各种毛病我会改，然后我不再那么就是强求你，就是
就对你说一些狠话，然后我会改，然后我希望你别走。我真的很在乎你，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两个是个体，你是你，我是我，咱们不要成为一个人。你眼里要有我的优点，我眼里也有你的优点，这就够了。咱们别老拿那些看不过的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有时候真的我很需要你的包容，我真的很在乎你。来，请亮灯啊！都说生活不如意十之八九，生活里面你看不顺眼需要你包容的事，大概我看也是十之八九，没那么多顺心的事儿。行了，两位，谢谢你们的分享，请回吧。